好了，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啊。这幅，嗯、五彩叶子吧，啊，讲吧，还没讲好什么名字。我们给它来进行什么呢？进行提染啊。提染的目标是干什么呢？主要目的是干什么呢？提染就是把它的该深的地方不够深的地方给它加深，然后还有什么呢？把它不够亮的地方给它提亮不够深的地方加深，不够亮的地方提亮。有些是需要提的有些就未必了。像这个黑色的黑色的叶子已经你就不用再染了，再黑你就黑的啥都没有了，是不是但是这个红色白色黄色蓝色这些需要这些需要，还有是我们这些金色的地方还有这些绿色的地方，这都需要用用到的颜色非常多。我们别看这一幅画很简单，它用到的地方很多用到的颜色也很多，涉及到的染法也非常多。别看就是简单的一幅画，你能学到的很多知识点它在这里都基本能覆盖到一半一多半。比如红色的、蓝色的、黑色的、黄色的、白色的从头到尾该怎么染是不是？那现在我们来从这个白色开始白色首先深部加深深部不够深的，我们给它深部加深。刚才我们用了一个赭墨色，是不是？好，现在还是赭墨色，减小面积，深部加深，一定注意，咱们先统一的深部加深然后再亮部提亮。我再往低一点。是不是赭墨色？偏淡的、中等偏淡的赭墨色我们来把它的深部我们给它加深。你看，就是很小的面积，面积特别的小，把它深入下去。这里也是。你看，把它的深部给它稍微加深一点点不要大的千万注意，面积千万不要大的。看这里这个遮挡关系，就一点点，一次不行两次，慢慢的加。好这就完成了这就完成了。像我们这个这里它基本已经很深了所以没有必要。你想觉得它哪里不够你就再给它拿赭墨色补一下，够了就不用了不够了就调整。对，哪里不够咱们提哪里，也是赭墨色也是赭墨色。好，然后这个赭墨色就算是差不多了深部加深，加强它的对比然后继续比我们刚才的淡曙红稍微再浓一点点，叫中等偏淡的曙红。就是比我们刚才这个曙红还要深一点点我们给它找出夹角深部给它很深的地方我们再给它卡一下。但是这个卡的面积注意了，一定都是非常小的。看这里，这里一定都是非常小的。然后这里你觉得它这里需要很强的对比，
就给它稍微来一点，你像这里，对，这里，对，这里肯定是最深的啊，是不是最深的夹角处？这里有一个小夹角。把它给加深了，然后这里，这个指甲盖子啊，指甲盖子这里很小的面积啊，就是一颗小米大啊，小米大的区域，给它加深，就一点点啊，就是一点点。红，如果你的曙红你也加不进去，那就用胭脂啊。曙红你再下不去的话，那只能用胭脂了，胭脂或者墨红。你看这里一卡，是不是它又不一样了？小夹角。这个步骤啊，同学们一定要耐得住性子，千万别大了啊，千万别大，大了以后啊，它就不好看了。就那么一点啊，画龙点睛不就是那个睛吗？这就属于画龙点睛的步骤。这个夹角。来看一看是不是啊？我们这个指头边缘这里稍微的给它啊，边上稍微来红色，强调一下，很淡的啊，强调一下，和空气之间啊交接的地方，强调一下。这样我们整体的这个手的这个结构啊，拿中等偏淡的这个曙红啊，就给它强调完了啊，强调完了，这就差不多了。再像这里啊，我们可以给它稍微的卡一下，这里一个夹角。好了，这就染完了啊，这就染完。你看，全是找到它的夹角。你看这里需要局部加强，稍微再调整一下。这个还有就是什么呢？啊，它这个云彩啊，云彩你在找它最深的地方啊，云彩其实啊，云彩这个最深的地方也不多，这里啊也不多。再给它拿这个淡曙红也卡一下，很少啊。云彩很深的地方啊，很少。像这里，这就勒两下啊，勒两下，勒出它的节奏感啊就行了。这里更不用说了啊，就给它勒。
以乐为主啊，以乐，像这里你看就给它乐一下。什么叫乐啊？你看这里就给它乐一下。什么叫乐？就是你就勾一下啊，基本不用染，或者窄染啊，卡夹角，甚就不染。它一配就，你看这里，哎，就不用染它。这里。看这里勒一下，这里勒一下，根部一定注意了啊，一定要注意度啊，这个度程度，别把它卡的那么死啊，别把它卡的那么对比那么强烈，就是小夹角有点就行啊，有点就行，让它稍微有点层次感啊。我们看我们染的很快啊，几下就染完了，像这里啊，像这里。像这里，对啊，以乐为主，中间稍微点那么几下啊，点那么几下，在这里。你看，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云彩啊，也给它简单的染了一下，这里乐一下啊，这里暗部细细的乐，你就不用染，贴着它的角啊，给它乐，这里两边啊，两边遮挡关系，简单表现一下下啊，简单表现一下下，不表现都没关系啊，你看。好了啊，我们这个深不加深的云彩啊，也给它怎么样加深完了啊，加深完了。够，来一下。啊，它的这个力，它这个层次感是不是更加强了啊？然后啊，我们这个拿这个墨红色啊，看看这个曙红啊，墨红色稍微里面再点一点墨。或者就是中等浓度的墨啊，或者就是墨红色里面啊，再加一点点墨，调成这种比较浓的这种墨红啊，我们再给它，看这样啊，墨红啊，相当于墨也行。小面积的啊，给它加深，就一点点。对不对？这里就是墨红胭脂啊，这里也能加深。深部加深啊，深部加深，稍带的。你们这个要单独染的话，肯定用这个不行啊，单独染的话肯定不行。下面给它往下延伸一下，但是什么呢？现在我们稍带的染啊，这个墨红色，因为它已经接近于墨了啊，已经接近于墨了。看这里，小面积的加深啊，小面积的加深。是不是这里？就是根部啊，稍微小面积的加深一下下。
让它更深一点啊，让它更深一点。这里啊，其实我们已经加深过了，你就不用再加深了啊，已经不用加深了。深部加深啊，还有这个花青啊，用这个花青啊，稍微浓一点的花青。哎，用不着了，我们这个梗啊，已经就到位了啊，已经就到位了，用不着花青了。这就叫什么呢？深部加深啊，全部弄完了。你要是觉得注意了啊，这我是这么染的，你们的话也不一定，也得看效果啊，也得看效果，够不够深啊？够不够深？不够深，像比如这里啊，夹角处不够深，你还得再给老师深入下去。然后我们用什么呢？啊，再给它进行提染啊。提染首先啊，咱们从这么转吧啊，从这样转，这样转过来，这样转过来。首先啊，我们来调一个藤黄加白色啊，藤黄加白色，这是藤黄啊，里面加点白颜色，我们调出一个粉黄色来。收官的时候啊，用的碟子也很多啊，用的碟子也很多。稍微加一点，本来藤黄也不多，调一个粉黄色出来。就是偏白的颜色啊，就是偏白的藤黄。浓度呀啊，不要那么特别浓，中等浓度就行，或者中等偏淡，我们多次来倒染，它就亮了嘛，是不是啊？明度来说，加入白的黄啊，它就偏亮。浓度呢啊，中等偏淡，比这个稍微再淡一点点。好，好，差不多啊，差不多。你看，就这个颜色，我们给它染黄色的叶子啊。黄色的叶子怎么染呢？注意从亮部往暗部给它啊倒，从亮部，再给它，水笔中的水分太大了，注意了，水笔中的水分一定要干一点，要不然会把这个实色啊，这个是偏实色的。白色就属于什么色啊？白色就属于太白嘛，太白属于实色，它有一定的遮盖能力，偏实色。你看，这里反一半，亮部提亮，小面积的。边缘整齐啊，边缘要整齐。这里找它的亮部。淡淡的啊，不要太浓啊，中等偏淡，给它慢慢的罩上来，这里稍微来一点，交接的来一下。你看这个黄色的是不是？上面轻轻的给它扫一下，让它互相的融合。哎，这个淡淡的这个黄色叶子啊，你看就出来了。黄色的染到这里啊，基本就差不多了啊，基本就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再拿刚才的这个淡曙红啊，我们这个中等偏淡的曙红，是不是？
整体给它照一下啊，照一下我们这个红色。注意是中等偏淡的啊，不是说是浓的，就是中等偏淡的。轻轻的涂啊，轻轻的。让这个红色醒一下。这里也是啊，红色这个珠子啊，用曙红，中等偏淡的曙红，照个1到2遍。黑色的就不要动它了啊，黑色就不要动它了。还有就是蓝色啊，蓝色我们前期不是有钴蓝吗？对不对？剩了点钴蓝，钴蓝里面啊加一些头绿。头绿，哎呦，这点快用完了，不要加多了，一点点。对，钴蓝里面加一点点头绿，我这钴蓝干了，浓度不要太浓啊，浓度不要太浓，拿蓝色。这个头绿有点什么呢？啊，你看，慢慢给它把钴蓝联系起来，调出这种什么呢？青，钴蓝有点少，头绿有点多了，稍微再加一点点钴蓝。这种青色，你在边上给它加。还是以蓝为主啊，以蓝为主，稍微加点绿。对，要这种青色啊，你看这种青蓝色。然后这个颜色啊，不要特别浓啊，一定要是什么呢？淡一点啊，淡一点，淡的这种钴蓝啊，加点头绿，调出这种青色。我经常说啊，我说了前期，什么是青色？我们中国古代的蓝和绿之间啊，你看淡淡的，你说蓝不蓝，说绿不绿那种。然后我们给它进行倒染，对，进行倒染，而且是不要太浓了啊！你看，倒染1到2遍啊，倒染1到2遍。来，这一遍完了以后啊，这张哎，这个颜色就出来点啊，蓝不蓝，绿不绿的这种青色。然后咱们再继续淡，一定注意是淡色啊，然后倒退晕了的退着倒，减少面积啊，减少面积。像这个边边角啊，给它平涂。
是啊？这样染出来的这个叶子啊，你说蓝不蓝，说绿不绿啊？是不是叫青色？这个也就是染完了啊，染完了。最后啊，我们来调一个3绿或者4绿，你有3绿的就用3绿，有4绿的咱们就用什么？用4绿啊，两种都行。我们来把这个梗啊给它照一下颜色，头绿有了，我是爱用3绿。看都是一口啊，同学们，你们这碟子得多来点，或者一个大碟子啊，是不是？调的稍微淡一点。中等偏淡啊，中等偏淡，大概就是这么个颜色啊，中等偏淡。我们来染一下它的这个梗。梗的话，这样啊，上面的我们从左边开始勾完，从这里，从亮部啊，这边也是。边缘虚一点，这边是从什么呢？从它亮部这里，这里是亮的，两边亮啊，这里是暗部，然后这边亮部，对不对？然后这里一点点来啊，一点点来，然后你看它的亮部在哪儿呢？杆的亮部在这里。好，这里啊，然后两边给它轻轻的往中间刮啊，轻轻的往中间刮，看是不是出来了？这里也是两边卡完了以后啊，轻轻的从两边往中间给它拖，轻轻的啊，你看中间呀，不要完全的给它提上，你看提到这里啊就 OK 了啊，提到这里就 OK 了，这就提完了。然后怎么样呢？把头绿拿出来啊，就在这个，其实用稍微浓一点的头绿更好。这咱们这没有稍微浓一点的头绿了，还有点一点，还有这个头绿是新的，这个。这个头绿，稍微浓一点的头绿啊，中等偏浓的头绿，像这种石青啊、石绿啊、朱砂啊、金色啊、银色啊，就常备着点啊，不常用，但是啊经常用，但是它都是在提染阶段。我这好几种颜色啊。我们来干什么呢？把这头绿染出来以后，中等偏浓的就行啊，给它绿色的珠子啊，给它盖一下。盖1到2遍，原则上要均匀啊，原则上要均匀、整齐、锐利，是不是啊？原则上均匀。然后再拿一个蓝色的啊，我们给它调一个头绿啊，头青，中等偏浓的头青。就是你挤出来稍微加一点点水啊，就是中等偏浓的头青啊，头青它属于是，我这也是单独的啊，单独的小杠小片儿。
把这个珠子给它涂一下。啊，你看，把这些珠子啊，我们是不是都给它投上了？你看头青是这样的，然后这个青色是这样的啊，它颜色不一样啊，颜色不一样。好，最后啊，我们来提染这个，这么转一圈以后啊，我们来提染这个白色。白色的话啊，需要用一根白色的笔，是不是啊？前期已经说过了。这次的白色注意了啊，虽然是白色的笔，但是白颜色我们要给它稍微的怎么样，浓一点啊，稍微的浓一点。然后把这些碟子收一收啊，碟子有点太多了，周围吭哧吭哧一大堆。笔也一大堆啊，你看最后啊，大家发现没，在收官阶段就很费碟子。我们来调一个白色，我尽量啊全程度啊，因为有这样的话，有些同学啊，多记一点。有些同学他刚开始学的时候要注意方法啊，有的同学就喜欢我画一笔他画一笔，我画一笔他画一笔，然后我画完了他暂停，暂停完了以后他画，画完以后再开始。这种学习方法对不对？非常正确啊！这种学习方法是最快速的。你先别管他你能为什么这么画，你先画下来，对不对？先做后想啊，也是对的。像过去那种所以有些时候你干工作啊，你干着干着干着先干啊，管他啥先干。干好了以后啊，干着在实践中出真知啊，是不是慢慢就懂了？这样的这种学习方法是最有效率的啊，我觉得是最有效的，尤其是我们这种技术类的。好，这个白色的啊，白色的叶子啊，中等偏浓。水笔一定要注意啊，稍微干一点，然后勾的啊，这个晕染的时候从里面拖进去啊，从里面最里面拖进来，然后给它轻轻的照过来。哎，你看是不是这瓣？然后你当时你看着这个叶子啊，特别的白，但是它等它干了以后啊，怎么了？它就变淡了。大面积的给它往进拖，及时的把笔尖的残色给它脱掉，然后，你看这里。好，倒染啊，这个本身就是个白色的叶子，你看我们现在
这个白色是不是出来了啊？然后把它吹干，咱们看看效果。中等偏浓。对，大家来看一看啊，这不就，然后啊，这是亮面，对不对？这是亮面。好，我在这里补一下。所以我们画这种很多，比如说这个白色啊，在我们画这种佛像里面，经常会有。尤其是观音啊，观音的这种白色的区域啊，它用到这个白色区域啊，所以一定要学会。但比较浓的白色，它的倒染。然后我们你看这就完成了啊，这就完成了。然后我们把什么呢？这里给它往下倒。对不对啊？把它也画出来。接下来把它这个白色啊调淡，注意一定要调淡啊，加水调淡，调成中等浓度的白色，就加水就行了啊。咱们中等偏浓，稍微加点水啊，它基本就属于中等偏啊，中等偏淡了，中等浓度了。但是不要加的太多，调成淡的啊，比淡的要浓一些。我们适当的来给它进行云彩上面啊，适当的进行倒染。就是从它的亮部啊，但是不要太白了，一定要比我们这个白要稍微淡一点，因为它不是主角。对，从亮部给它倒着染。看这里，谁在上谁在下，加强它们的对比。你看这里，是不是啊？加强对比。但是你看到这种压盖关系的时候，给它倒一下。是不是？你看着现在白啊，等它干了以后就好一些。然后这边亮部在哪？对，亮部在上面，看，再把这里，然后给它倒染，轻轻的啊，轻轻的。这个边上稍微给它稍微提一下，都是很小面积的啊，都是很小面。然后这边从亮部给它往暗部啊加强啊，加强它的白度。
贴着边儿啊，贴着边儿。染的时候注意一个边儿一个边儿的染啊，你别着急啊，别着急，着急也没用啊。一条比较长的啊，云彩的这个边儿。它目的不是染的有多白啊，而是目的是让它边缘稍微白一点点啊，使得什么呢？使得我们这个结构啊更加清晰啊，把这个白色啊稍微加强一点。一定注意这个白色的白度啊，一定注意这个白色的白度，别过了啊，别比上面这个白色的云彩还要白，那就有点过了啊。比白色的这个花叶子还要白啊，那就真过了。这里。你看现在我们这染完以后啊，它这个并不是特别的白，是不是？所以注意啊，就找它的亮部啊，有度的啊，有这个小面积的啊，有程度的，不要过了。我经常说，干什么事都要注意这个程度啊，都要注意这个程度。火候不到不行啊，火候过了也不行，是不是？跟炒菜似的啊，你炒火候不够，你不熟，火候过了糊了。就是说这个边画边要想着点啊，想着点什么？这就是脑了啊，这是脑子了。想着点啊，不要比这个上面这个白色的叶子白了啊，不要比它白了。你看，这就是一个，你看这里，这就是一个啊，一个就是标准。为什么我要先画它？先画它就是给起一个标啊，起个标。这画画的顺序啊，都是有讲究的。为什么我先不画这个哪儿呢？啊，不画这个云彩，我要先画这个叶子呢？就是为了起这个标。你看这里之间的遮挡关系。我这个最亮的地方啊，我给它加强。这边，啊，它这个白色不是特别的那个什么浓的情况下啊，它是比较好染的啊。白色不浓的情况下是比较好染的。这里，现在这里啊，这里就稍微来一点点。它本身其实已经白了啊，本身已经白了。只不过现在什么呢？啊，我们给它稍微该白的地方让它再白一点，对不对？该白的地方再白一点。还有这个蘸这个白色的时候啊，要注意了。注意什么呢？蘸白色的时候啊，要搅起来啊，碟子里要搅起来，因为它要沉淀。每次蘸的时候啊，要搅起来，再把这个再在碟子边上，我们给它怎么样呢？我们给它稍微的刮一刮啊，刮蹭一下。
看这里。看这里就要细一点，相当于就是乐了啊，相当于就是乐了。主人，现在是下午4点整。你看这不，亮部提亮，暗部不动，它自然就怎么样了？自然就对比明显了。你看是不是？我们这个提完了以后啊，稍微的啊，它这个不能说特别明显啊，但是它稍微的啊。对比加强一点啊，稍微的对比加强一点，顺的是亮部啊，有一些模糊的结构，我们染着染着，你看它这个结构就明确了，从亮部到暗部，看这里，你们要学会这种暂停键啊，跟着我画的话就要暂停啊，暂停，然后别看我画的快。同学们一定注意啊，你们要慢点啊，我这都比较熟练了。而且也一定注意晕染的时候轻一点啊！我知道你们现在不由自主的就可能这个用件就重起来了，但是有意识的啊，慢慢的养成习惯啊。我这为什么老说轻，我就是不停的在提醒你们啊。有的同学他确实是这样学的，我画一笔他画一笔啊，所以我得经常的提醒。轻一点，轻一点不容易产生笔痕。为什么同样我是这么染，你是那么染，这个就出现不一样的地方呢？啊，为什么我就匀匀的呢？啊，我这漏了烦我都没事呢？啊，你这一漏烦就惨不忍睹呢？啊，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个力度的问题啊，力度的问题。你看，你别看我这用啊，我这唰唰唰唰唰唰唰的时候，我是很轻盈的唰唰唰。搅一搅，补充点水，补充点我们的那个什么啊颜料。啊，一节一节的染啊，别一下全染了，一节一节染啊，它这个更自然。
然后难度也最低啊，难度也比较低。你一下染好几个，它这个难度就无形中就起来了。看，从里面给它拖出来。水笔啊，不要太干了啊，太干了也不行，湿了也不行啊，太湿了也不行。注意这个水分的这个马上就完事了啊，马上就完事了，同学们加油啊，加油！画线条的时候啊，画的是不是挺舒服？现在往回提染的时候，费了劲儿了，是不是啊？费了劲儿了。其实如果说是这个，哎呀，不好意思啊，同学们，吓你们一跳，是不是？
其实啊，我们这个有些啊，它重复的步骤啊，我都有一些后面的课程我都给你跳了。但是刚开始啊，像这种比较基础的，我还是希望啊，我还是1对1的啊，1:1的1对1。最后注意了啊，最后在它的间距中等偏淡的啊，我们给它整体的啊，给它有点干，整体的给它倒染一下，对不对？边上为主啊，中间为辅，轻轻的啊，一直给它刮到根部去，整体感更强一些啊。最后啊，再把这个什么呢？这个中等偏淡的，我们给它翻回来头，把这个指甲大面积的给它倒染一下。对，指甲别忘了呀，这边的指甲就平涂。这个平涂，然后这个倒染，倒染完了以后啊，趁湿啊，再给它退晕着倒染，退着倒染，对，再加上白一点。这个这里，这个边边这里啊，让它稍微白一点点。好，然后把这个颜色调淡，调成淡的白色啊，牛奶状啊，调到牛奶状。白色调成牛奶状，我们再给它把手部的这些需要提亮的局部啊，我们给它提一提。看这里小局部，淡的白色啊，你看，找它每个局部的亮部啊，你看这里，不是所有的啊，不是所有的，是局部的。晕染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大面积的给它拖出来，不要小面积啊，一定要大面积。像这里，也不要绕场一周啊，要注意这个月牙形的使用。你看，慢慢的啊，它这个对比是不是又怎么样？又强了。局部啊，不是说是所有的地方。然后这里，你看我这直接手就从里面，这个笔就从最里面给它掏进去。这里。增强它的什么呢？啊，增强它的对比，使得这个手啊圆鼓鼓的地方啊鼓得更加的立体一些。你像这里，啊，把它大面积的拖进去。看这个
大拇指我给它提了一下，小拇指啊，其他指头没提。你看它这个对比度和这个圆润度啊，就完全不一样，是不是？看这里，局部啊，不是说所有的，一定要注意它这个度啊，局部。目的是什么？加强对比。然后这个浓度啊，一定不要太白了啊，淡淡的白粉，哎呦，淡淡的白色一点一点的给它啊提出来，像这里，然后这里面积不要太大啊，你看，把笔尖要探出去，探到最里面去，把它颜色拖出来，千万别给它卡出一个壳出来，就是别卡出一个边啊，白边，大面积的给拖出来，这样它能融在一起啊，它这个颜色，你只有融在一起才怎么样好看，全都探进去给它。你看涂到这里啊，我们这个手啊就差不多了啊，涂到这里就差不多了。但是注意这个根部不要涂啊，一定要都从亮部啊，你不要最后给呼和老师涂到根部了啊，这个根部不要把它这个，看这里，遮挡关系不要给它虚化啊，遮挡关系不要给它虚化。你看涂到这里啊，整体的感觉就差不多了。然后最后啊，调出极淡的珠标。对，没有听错啊，极淡的珠标，就是比淡的还要淡，通透一点的珠标，我叫它极淡的珠标。来看一看，就很淡很淡的这个珠标色，你看，非常淡啊，就跟水一样的这种淡淡的珠标。我们给它把皮肤的区域啊吹干以后，这可没干呢。给它平涂啊，把有皮肤的地方用这种极淡的珠标啊，给它平涂。平涂1到2遍啊，也不一定是2遍，也许是3遍，也许就1遍。调整把它这个肉色啊浑然一体的给它照一下。想让它灰一点的话，就照什么呢？啊，照3绿。这样它的整体感啊会更加的好看。但是平涂的时候一定注意啊，准确度
准确度要高啊，不要涂出去，颜色一定要润。照1到2遍啊，使它的这个颜色然后啊，再把这个猪胶，这样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体染就差最后的金色了。对，我们要用一个金色啊，我们给它点染出来，将整个画面我们给它进行点染。什么叫点染？其实就是染勒出来，不要给它染啊，染没用啊，就是点。用小笔啊，用小笔轻轻的啊，就跟我们那个，这是带点写意的感觉了啊，就跟我们不是平涂啊，这不够，对，行，金色，浓一点啊，稍微浓一点，不要太浓，加点水。让它这个金色和这个水啊充分的融合啊，融合以后，还是稍微倒一下吧啊，倒一下好一些，用个小笔来倒。这个金色调到什么程度呢？啊，就调到这种粘稠状啊，粘稠状就能用。找一个小的色笔，小的水笔。从上找亮部啊，找它的亮部。轻轻的点啊，由亮部往暗部，咱们来啊倒染，倒染什么色啊？金色。这个薄色啊，其实你现在往上照一下，它都不影响。你看，你给它照上来啊，不影响它的什么呢？明暗。但是一定要不要太浓啊！你要浓的话就影响了。像这里就不能了啊，一定要注意。给它往这个暗部啊，给它倒一倒。看这个就轻轻的给它平涂，你别整体涂啊，整体涂的话不好看，主要是。然后这边涂亮部，找它的亮部。你也不用染了，这里啊，直接就涂，留出来一些亮部。这中间点一点，点它的亮部啊，暗部不要管。
用这种壁画的这种画法。你这个金色得淡，足够的淡啊，你不要太浓，太浓它的遮盖力啊就特别强，你就不能这样画了，一定要淡色啊，淡色，然后咱们多来2次，一次一次的给它褪晕啊，这样的效果啊是最容易成功的。而且金子嘛，你看它本身就是那种斑驳的感觉。看这里，这个稍微，行，你看这个金色啊，金色的第一遍就完成了。如果你觉得它不够金，吹干，再给它来一遍。第2遍来的时候啊，就是缩小面积了啊，缩小面积。看这里，也不用说是完全都要染啊，你看就点亮部。点它最亮的地方，你看这个小角，这里边像堆金子一样啊，给它堆上去。最亮的，细细的给它来一下，这里也是最亮的，两边。啊，你看这个金色的就完成了啊，金色的完成了。你看我们这个提染阶段啊，画到这个程度，就基本完成了啊，基本完成了。最后就是什么了啊？就是收官阶段啊，就是收官。收官是什么呢？就是一些细节的，或者它结构提染完了以后还是不够模糊的东西，我们再给它怎么样呢？加强啊，再给它加强。比如这个黄色的叶子啊，我们是不是应该给它？首先叶脉啊，我们一个一个看。这个黄色的叶子，叶脉已经模糊啊，我们是不是要给它用勾线笔啊，稍微给它加强一下，对不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具体怎么染的呢？具体我们用一根勾线笔啊，粉黄色、白色加那个什么啊，白色加黄色的那个笔啊，我们不是还有啊，颜色不是还在吗？对，我们给它啊复勾一下叶脉，从根部。你看这边复勾一下。中等偏淡，把它的边缘啊勾一下。你看，稍微加强啊，不够的话再给它补一下，慢慢就没了啊。根部要稍微亮一点，是不是啊？然后这个白色这里啊，我们用什么呢？这个白肯定不能用黄色勾了，用赭色啊，也叫朱标色
用中等偏淡的猪标，得亏啊！中等偏淡的猪标啊，我这里还有点，刚放的不是极淡的猪标吗？我再往里面兑一点猪标啊，中等偏淡的猪标，或者就是淡猪标。对啊，我们给它勾一下。啊，其实不勾这个也可以啊，不勾也可以，一定不要浓了啊！这个白色区域正好啊，拿这个中等偏淡的猪标啊，我们来把手部的线条轮廓边缘啊，给它收一下。有的线条已经模糊了。把它根部啊深的尖端不要管。你看，把它的这些这个线条啊，我们给它用中等偏淡的猪标啊，给它复勾一下。你们勾的不要比我跟我这样快啊！为啥？这水平不一样啊，一定注意这个。和我经常说，和胡和老师想画成一样的这个心，我是可以接受的啊，我是也是鼓励的姿态。但是你还有一句话叫"心有余而什么啊力不足啊，对不对？心有余而力不足。你看勾完了以后，整个手的这种形状是不是就好了？还有啊，把这个中等偏淡的猪标啊，稍微加一点点我们刚刚的这个就猪标吧啊，就猪标吧。我们给它把这个叶脉的边缘啊，给它贴着它的内边勾一下。这个就是贴着那边啊，淡淡的。这个勾粗了都没关系啊，就是为了增加它的什么呢？增加它的这种嫩、柔嫩的感觉。红绿互补嘛，是不是？红绿互补。粗一点都没关系啊，粗一点都没关系，给它复勾一下。好，接下来啊，我看看这个，我再调一个白色吧啊，调一个白色。再调一个白色。我这白色就一点点，是不是？拿一根勾白色的笔，
稍微浓一点啊，就是中等偏浓的白色，调出来。把我们这个黑色的叶脉啊，这里勾一下啊，把这个蓝色的叶脉也勾一下，对不对？它俩是比较深的啊，给它加强啊，给它加强。红色的应该是用什么呢？啊，红色的叶脉应该用朱标色啊，比较浓的朱标色，给它勾一下。哎，我这个红色的这个勾线笔，这不同的啊，一定注意了，不同的颜色要有不同的勾线笔才行。稍微浓一点的朱标啊，我们给它贴着边啊，给它勾一下。以根部为主啊，以根部为主，尖端可有可无啊，尖端可有可无。那画到这里啊，我们这幅画啊就已经怎么样了？就已经接近尾声了啊。画到这里啊，就已经接近尾声了，大家看一看，是不是啊？啊，我给把这个焦距再调一下。你看，我们画了好几个小时啊，好几个小时，把这个五色的这种啊五行吧，五行色的这么个手啊，你说是佛手也行，五彩吧啊，五彩叶子。然后我们在什么呢？在这个云彩这个小勾勾这里啊，我们给它盖一个小章，是不是啊？盖一个小章啊，然后边边上一裁啊，这幅画就怎么样？就完成了。我看看这个焦距啊，焦距还是没有完全对住。就这样吧，是不是就画完了啊？画完了以后啊，想什么呢？其实我个人还想啊，就是你看它这个云彩啊，云彩和手啊，它绕着是一个区域。你看，这是一个区域，小，这是一个区域，中，然后这是一个区域，大啊。你看，小、中、大。如果把这里几个区域啊，我给它涂出来，外面啊，又是一幅画。你看，是不是如果我用稍微深一点的这个颜色，把里面这个区域啊，给它，你看，这些小区域就是云彩和手之间圈的这个区域啊，给它涂出来。对，云彩和手之间啊。绕的这个圈出来的区域给它涂出来啊，外边的话不管它，可能啊能更吸引我们的啊眼球啊，还能把这些云彩衬出来。但是我觉得画画咱们就要适可而止，给你们想象的空间，也可以顺着这个什么呢云彩后面啊加深，但是这个就难了啊，把背景加深也就难了。有那个什么，有那个成品的那种。浅黄色书宣纸的，你就直接用浅黄色就可以省去我们的一个什么呢？啊，省去我们的这个刷底色这个步骤啊，刷底色这个步骤。好了，同学们，这节基础课啊，我们就到此为止，我们下节课再见。